现凹底不钉层，做戚风蛋糕真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今天呢，我们分3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做出一个成功的戚风蛋糕。记得点赞收藏，多看几遍哟。首先呀，我们要准备2个无水无油的盆儿，盆壁最好是这种有弧度的、光滑的，在我们打发蛋白的时候不会有死角，导致一部分蛋白打不到。就比如像这种盆儿，盆底和盆壁是有角度的，那这一部分的蛋白就有可能打不到，然后不均匀。后期的翻拌过程中可能会加速消泡。接下来是打蛋器，最好选择这种300瓦及以上大功率的，打发速度会快很多，减少了因摩擦生热而导致蛋白越打越糙的情况。再有就是这个打蛋头也要保证是无水无油的。还有2个小工具，就是手动打蛋器和刮刀，在混合面糊翻拌的时候会很方便，提高混合效率，减少消泡的可能。且对于盆壁边缘的面糊也会处理得很干净。还有模具的选择，一定要选择这种阳极活底模具。所谓模具选不对，功劳都白费。这个模具底托是可以取下来的，而且是这种厚底的卷边的。还有一种模具，它的底托是平的，比较薄，烘烤出来呢会非常容易凹底，所以有凹底情况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模具哦。接下来是对于油的选择，油最好选择是味道不大的油，比如玉米油或者色拉油，烘烤出来才是纯纯的蛋香味儿。糖要选择这种细砂糖，不要用绵白糖，它的含水量会比白砂糖高，所以对于小白来说可能会影响到蛋白的打发和状态的判断。液体部分用水或者牛奶都可以。面粉是需要用到低筋粉的，像做饼干啊、蛋糕啊都是用低筋粉。最后是鸡蛋，鸡蛋最好选择是55到60克之间的，这个鸡蛋大概60克左右，这个大概有70多克。有时候肉眼是不好判断的，所以咱们可以称量一下。鸡蛋太大太小都会影响整个蛋糕的比例，太大可能会导致蘑菇头，太小可能面糊太浓稠，导致开裂严重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，首先咱们分离蛋白和蛋黄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蛋清中一定不要混入蛋黄，蛋黄中是含油脂的，混入蛋清中会影响到蛋白的打发。糖和柠檬汁一次性放入蛋清中，放入冰箱冷冻备用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提前预热烤箱，对于40升以下的小烤箱，可以放在最底层来烘烤，上下火150度进行预热。接着来制作蛋黄糊部分，今天用到的是粉油法。就是将油和粉类先混合拌匀，接着加入牛奶混合均匀。模糊部分的操作只需要注意 Z 字形混合，不让面糊起筋就可以了。最后加入蛋黄拌匀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取出冰箱冷冻的蛋白，这时候盆壁边缘已经有一些冰渣了，这种状态下打发出来的蛋白会比较稳定。打蛋器直接开最高速打发。注意的是，盆底和盆壁边缘的蛋白也要打到。观察一下，蛋白中的纹路开始变密集，这时候转中档，继续打发。可以随时停下来整理一下盆壁边缘的蛋白。接着继续打发，提起打蛋器，蛋白是呈小尖角状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手动蛋抽再来混合一下，蛋白依然是呈小尖角状，说明打发好了。取大概1/3的蛋白加入到蛋黄糊中，翻拌均匀。如果蛋白打发的稳定，是不需要担心消泡的，只需要快速混合均匀就行。接着再取1/3的蛋白，继续翻拌均匀。用蛋抽混合的话，速度会快一些。再将面糊倒回到蛋白中。还是继续用蛋抽混合，可以看到我只是随意搅动了几圈，就差不多已经混匀了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刮刀继续混拌。这一步需要将盆壁边缘和盆底没有混匀的面糊混合均匀。每一次抄底翻拌大概是从6点钟方向到9点钟方向，左手一边转盆，右手一边翻拌，效率就会快很多。混合好的面糊是非常浓稠的，几乎没有流动性。把面糊从大概30厘米的高度倒入模具中，主要是为了消灭一些没有混匀的大气泡。然后可以手动的晃动一下模具，使表面更加平整。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，上下火150度，烤50分钟。出炉，震一下热气，刀口晾凉，要等完全凉透再来脱模。
轻轻地按压蛋糕，使蛋糕边缘与模具分离，然后再向上推底托，就能轻松脱模了。脱模后的蛋糕就像是一块大海绵，组织绵密，气孔均匀，非常的柔软。希望你也可以做出成功的戚风蛋糕。